说起近些年来在印太海域挑衅最凶的国家，除了美国外，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澳大利亚。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疑惑，就是这样一个靠着中国吃饭的国家，为何偏偏选择对华挑衅，砸掉这口吃饭的锅呢？说到底，这必须归咎于莫里森政府的无能。现如今，澳大利亚本国的国防是栖居在美国霸权的保护之下，其国内孱弱的军力根本无法支撑其进行国防自卫，所以澳大利亚想要保命，就必须紧紧靠拢美国。但是谁都知道，国防严重对外依赖是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这也是一个国家领头人无能的最直接体现。在看到这一局面之后，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艰难出山，对当局说出了一番空前的警告话语。据环球网综合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等相关消息称，日前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警告不要同中国对抗，为此其特别提到了中国最不能容忍的红线问题，表示不要卷入在台海方向上的军事冲突。不久前，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曾叫嚣将与美国同进退，并出动武力保台，这一言论无疑给本就紧张的中澳关系再添一层危机。对于澳大利亚这一对华政策，基廷做出强烈批评，指出中国红线问题并不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利益所在，言外之意，澳大利亚没必要为了讨美国欢心去冒这么大的风险。随后其还谈到了前段时间澳大利亚试图同英美研制核潜艇对付中国一事，基廷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判莫里森的愚蠢，采购8艘核潜艇对付中国，就像往山上扔一把牙签。言外之意，澳大利亚的几根牙签想要对付中国成片成片的层林，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一形象的比喻也直接让中澳之间的实力高下立判，这也是基廷直接在向外界表达中国太强大，澳大利亚别妄想用一把牙签去对抗。实际上，基廷说出这一番话，正值中国国防部以及东部战区深夜发文警告美国之后。相比于之前的警告，这一次东部战区的警告出现了一些细小却提气的变化，不再将这次的军事行动说成是演习，这也说明现在的军事行动更加具有实战意味。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这次警告奏效了，基廷把中国的警告听进去了，并感受到了切实的怒火。所谓事事如棋，局局新。近期以来，国际局势在美国的挑动下开始变得动荡不安。随着时代的变化，世界各国的发展也都开始变得迅速，而美国却开始坐立不安，因为他们感到了一些类似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实力逐步紧逼美国，甚至在很多领域开始超越美国，所以他们就害怕自己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进而开始制造一些混乱的局势，建立一些军事联盟和军事演习，对其他国家的发展进行干扰。在这样的局势下，很多愿意为美国溜须拍马的国家很快就开始和美国走到了一起。但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国家，就是法国，因为美国对法国的教唆和怂恿其实也是不少的。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在病毒溯源等诸多问题上一再抹黑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并拉拢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想一同来针对中国。但当时在位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即就拒绝了美国的这种要求，并指责美国的结论为时太早。中国如今是世界大国，所以世界各国还需要在很多领域同中国合作，因此不应该将中国视为假想敌。因此德国可以说在过去的发展中算是和中国关系还不错的一个国家。可就在前不久，执政多年的默克尔也宣布卸任德国总理，而在默克尔宣布卸任的这短短2周内，德国就似乎要向美国妥协了。据相关消息报道称，近日德国空军参谋长英格格哈茨中将表示，德国将准备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德国将会派出多架军机参加明年印太地区举行的多国联合演习。此外，德国海军总司令凯·阿希姆·肖巴赫海军中将在东京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妄言表态，中国威胁了航行自由和国际秩序。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今德国突然转变态度，我们也需要提高警惕。此前，美国一直都在怂恿德国，但似乎是因为有默克尔坐镇，所以德国对中国的负面声音是比较少的。但如今默克尔刚宣布卸任不久，德国就放出了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加入印太地区的多国军演就是加入了美国的阵营，因为印太地区的军演本就是美国为了干扰中国而拉拢其他国家一起举行的。如今德国出现对华不友好声音以及加入美国阵营，这很有可能是德国可能要向美国妥协的前奏，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总之，不论结局怎样，我们还是希望并奉劝德国看清局势。美国人的内心是凶险的，希望不要陷入美国人设好的陷阱，否则只会让德国更加落后。
据媒体报道，近日日本新任外相林芳正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继续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上与俄罗斯缔结和平条约。同时，这位日本新任外相还认为，日本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俄罗斯领土的问题，更要与俄罗斯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进行交流。日俄两国有诸多矛盾，两国一直都互相指责对方，谁也不愿意率先低头表达和平的信号。可是这次日本竟一反常态的率先向俄罗斯表达出希望友好的信号，日本这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而且前些日子，日本和俄罗斯关于北方四岛的问题上闹得不可开交，俄罗斯更是多次派出舰队在日本海区域进行军事演习，威慑日本。日本对此也非常愤怒，多次表示要对俄罗斯进行回击。可是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变，难道日本真的认识到与俄罗斯在军事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所以选择忍气吞声，率先向俄罗斯低头吗？事情当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要知道，日本一直是一个有巨大野心的国家，当你强盛的时候，它就会对你乖顺的犹如一条忠实的爱犬，可当你虚弱的时候，它立刻就会化身一头饥饿的豺狼。据媒体报道，近日日本准备大力提高军事预算，加强海军力量。日本有大量政客表示，要将日本的自卫队转变为国防军，同时还要修改宪法，改变日本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才能进行军事行动的限制。要知道，近些年日本的军事开支在以疯狂的速度增长，截止到今年，光是日本海军的预算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500多亿元。这表示日本从原来的经济国家正在加速转型为军事国家。日本首相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日俄问题，日本会奉行果断外交政策，不把问题留给后代。虽然我们并不清楚日本所说的果断外交政策是什么，但是现在日本一面向俄罗斯表达友好的态度，一面以最大力度来蓄积军事力量。如果这样的做法也可以说是在为了和平，那日俄想要和平也只是在天方夜谭。有俄军事专家表示，日本和我们的关系非常复杂，日本肯定也不会放弃北方四岛。日本现在恐怕只记得在20世纪与俄罗斯在对马海峡战争中获得的胜利，或许在几年内日本会重演当年的对马海战，但是他们忘记了俄罗斯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国家，北方四岛属于俄罗斯是没有争议的事情。看来俄罗斯人是看得出日本的狼子野心，并没有轻易的相信日本表现出来的友好，对日本一直保持着谨慎和防备，希望日本也能认清楚事实，不要再次做出令自己后悔的事情来。当地时间11月12日，俄媒航空新闻对外爆料，乌克兰在列装了采购自土耳其的一批 TB2 无人机之后，整体军事行动就开始变得十分激进，不光是在俄乌接壤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等地进行轰炸，更是在两国最为敏感的克里米亚地区做文章。据称，在12日当天，俄罗斯的雷达系统发现，在俄罗斯西南边境黑海方向，俄罗斯雷达系统在短短24小时内检测到了6架次的北约军机抵近飞行。从俄媒放出的分析图片来看，北约军机飞行轨迹距离俄罗斯的边境一直保持着10到15公里左右，挑衅的意味相当浓厚。而其中有一架被识别出来为美军的高空侦察机 U2。除开北约的军机，还有一架无人机被俄罗斯发现，后经证实该无人机为乌克兰使用的 TB2，而乌克兰的无人机在飞行时由美军军机协同飞行。这是在24小时内乌克兰第2次使用无人机在克里米亚边境地区进行活动。外界普遍十分怀疑乌克兰的这一次行动实际上是由美军进行布置和安排的。有俄罗斯专家认为，在过去的1个月时间里，乌克兰在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基本是由无人机来完成的。这很可能意味着乌克兰已经在实战中进行测试和学习如何将无人机应用到战术规划之中，而且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冲突中，乌克兰会优先使用无人机，再争取在战场上的主动权。从多次靠近克里米亚的飞行轨迹来看， TB2 无人机多次靠近克里米亚边境38公里的位置，很难让人不相信他们没有着手筹备空袭克里米亚的预定计划。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随着北约成员国内部矛盾加深，美国急需一个强大的外部威胁，以凝聚日益松散的盟军，而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一体化盟约给了美国一个相当好的借口和时机，可以鼓动东欧这些傀儡制造小规模的摩擦，甚至是故意把事情闹大，制造一个强大的敌人，让欧洲各国不得不
在防务上依赖美军介入和长期存在。此外，关于德国和俄罗斯的北溪2号管道项目，外界普遍怀疑，也是美国必须要让东欧局势陷入紧张，甚至是小规模战争的关键因素。核心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天然气极有可能伴随着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入，彻底被扫出欧洲市场。东欧一乱，欧盟和俄罗斯又会陷入长期的猜疑和提防，美国人坐收渔利。毕竟在2019年的时候，俄罗斯曾经计划与欧盟签署欧元卢布结算的货币条约，以刺激双方贸易往来，这可是相当于挖了美国人的命根子了。